哇哇！我去，係拍照咯，幾隻拍照就啱噶啦，喂，嚟影幾隻拍照呢？幾隻拍照就啱啦，好大條。我去，不好意思啊，陆地来的人第一次看到钓上来这么大的鱼，难免是非常兴奋的，请多多包涵了。一個俾我哋拍張照啦。你回啦，你回啦，你回啦。这是我和外甥女两夫妻一路向南洋的第2站丽贝岛。我们准备在这里住3天。人人都说这里是泰国的马尔代夫，估计指的除了蓝蓝的海水和洁白的沙滩，还有它的物价吧。岛上的2间711物价都是比陆地上要贵上20%到30%的。那作为普通的消费阶层，就只能来这里受罪啦。这是我第2次来这里了，或许有些小总结也还是可以和你分享一下的。我们早上8点半从河岸上车，12点上船，全程要花5个小时。3个人都是提前吃好了晕船药的，并且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同船的欧美硬汉最后都脸色发白，无精打采了。但是当你看到这样的海水，可能就会忘记了所有的不愉快吧。在行程的最后，我才发現其實是有一條更加舒服也更加便捷的方式可以抵達利貝島這裡的。我笑นี่ดูกระเป๋าเยอะด้วยนี่ถูกแล้วอ่ะโอเคไม่ไปก็ไม่ได้ไปก็ไม่ได้ครับมีเดือนคุณนะโอ้โหโอ้ คนเดียว50 บาทแพง3 คน150ถูกใช่ถูกมากถูกมาก这海这么美，这岛却这么差，你看着这种小路，可能都会影响心情吧。海岛，难道就只能玩海，不能玩岛了？利贝岛是一个只有2平方公里大的海岛，适合居住的呢，就只有中间这一块不到1平方公里的地方，寸土寸金都是不足以形容这里土地的珍贵的。在这1平方公里之内，还要建成一个迷你的小社会，要包括有步行街、医院、学校、本地居民的住宅，所以就难怪这个道路只能这么一点点大了。在选酒店的时候，1000元以下，但是又不想住背包客栈的话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选择的了。我呢就问外甥女说，到底你是想要看海，还是想要玩海？意思是，如果能看到漂亮海景的，一定是在高处的。那么，当你想要去海滩玩的时候，就得走上好一段路了。如果离海滩近，视野的高度和海平面是差不多的，那就当然没有什么海景可言啦。最后他就选择了离沙滩只有几步之遥的这一间，600块钱1晚，纯的就只是住宿，没有早餐什么之类的提供。好在是离旁边的步行街非常的近。睇下啲價錢啊，可能1個90，摸過你買飯，買3盒2盒喎。450一條，嗰啲蝦450一條。在这里捞到海产应该是很容易的啦，但是值钱的是这里的店租啊！租一个店铺1年就只能经营6个月，雨季的时候是直接关门闭店的，所以这里吃海鲜并不会特别便宜的。于是最后我们只是在面馆吃了1点，每个人叫杯果汁，这样下来3个人也消费了将近180块钱人民币。好在最后在这里随机选了一个出海的行程，把我们3个人全都给治愈了。
Hello เด็กๆครับอ๋อเด็กๆนี่ก็ไปเหรอเขาไม่ไปโรงแรมเหรอโอ้ยเธอแก้ไม่เห็นแล้วเธอสายดอกเองครับ我们之间讲的是乡下的粤语，可能有些观众得靠字幕才能够明白。事实上，在我们乡下相邻40来公里的城市，所使用的方言都是不一样的。加上我自己又隔个3、5年的就换一个地方生活，现在又换到了泰国来住，所以我发现自己说哪里的语言都不会太正宗，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见谅。哦，係啊係啊，細細條都有。哦，no deep no fish。Yes。这个行程是5000泰铢，相当于我们3个人包了这艘船了。会给我们1顿午餐，也会有饮料。如果钓到了鱼，就会帮我们烤好，在无人岛上面去吃。但是这些鱼这么小，烤了也没什么吃的吧？อันนี้ปลาใหญ่ ไม่ปลาใหญ่กัด อ๋ออ๋อ มีปลาใหญ่ 哦，邊個啊？哎呀，恭喜你，恭喜你，終於釣到一條。能啊，幾個 meter 佢個米能啊？2條，手感在哪里？還可以啊。喂，这2條還挺大的，這2條。船長從這條被咬過的小魚身上，確定下面的深海會有大魚，於是準備以魚釣魚。ก็มีปลาแดง 中午嘅 barbecue 就靠呢度噶啦，加油加油，努力！ โอเค 借俾你，要借俾你影正冇啦。冇要，我自己釣。 นี่มาตรงนี้นี่2-3 ตัวนี่มาใต้ที่นี่ตัวเล็ก 哦，水嘛，啊呢邊白釘啊，係我哋咪？買嗰啲金絲魚，係金絲魚啊。紅山魚才是用來烤的，小魚呢就到後面的無人島另有用途。哦，未得。哦，ทำไม？冇放咁深嘅，放淺ทำไม？ มีไหมมี มี啊。哦，哇，全哦，嗰條好睇喎。 2465呢度有成2467條8條嘅，哦，勁嘛，弟弟。這一段我打算一刀都不剪，讓你看一下小弟弟在這50秒之內釣到了多少條魚。哇，ทำไมคุณเก่งมาก有個米了！Oh my god！ 3，喂靠！死咯！我哋真係3個都唔夠佢釣得多。哇！唉，คุณเรียนจากใครนะทำไมทำได้ดีๆจากพ่อเหรอโอ้ยคุณเก่งมาก 你看他这放线控竿是多么的娴熟啊！靠着他的小手感应这一根鱼线，就能够知道是否有鱼上钩。更加难得的是他的专注吧。你看他那小眼神是多么的投入啊！我心想他这个时候应该是很快乐的，因为他把所有的专注都放在单纯的一件事情上面，从等待时的充满希望，到收线那一刻的緊張，再到看見魚被拉出水面那一刻的滿足，這每一分每一秒他都是在享受着的。 barbecue มีแล้ว โอ้ยเก่งมาก10ยอดจริงๆนะคุณทำเก่งมาก 这些鱼被从深海迅速的拉升上来，这压差太大了，所以可能内脏都已经爆开了，还是得放冰箱里面进行保鲜才可以。虽然说这些鱼都是给我们吃的，但是船长也真没有把我们当外人。他今天的工作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多面手：渔夫、厨师、修理工、教练、摄影师，同时还是一个称职的爸爸。 这鱼已经钓得够吃了，船长就带着我们前往无人岛。这个时候，晕船的晕船，刷手机的就刷手机了。
我们以为刚才钓鱼的尖叫有点过分了，但是没想到更大分贝的尖叫是發生在這裡的。哇，ใหญ่มาก 哇哇哇哇！原来这些小鱼是要整条绑在鱼钩上，然后让它自主的向海里游去，好吸引那些大鱼来上钩。wasabi。哇，啲沙靚到，哇，呢啲沙係粉嚟喎。呢個係 barbecue， 呢個就 sashimi， ว้าว อันนี้มา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อ๋ออันนี้ทำปลา อ๋อ barbecue 你頭先講好識食喎，係咩？呢個果做ไฟอยู่นี่อ๋ออยู่นี่ทำเหรอ อ๋อ直接去船呢度烤หวาย 食完就會請得薯料咯，太白了。这种鱼叫做真鱼或者绿骨鱼，说是适合用来做刺身。船长也早就带好了芥辣和酱油过来。我外甥女守在这里，她是以为切了马上就给她吃，否则这时候她早就去海里游泳了。但是泰国人的仪式感真的是很考验耐心的。看到后面的摆盘和水果的花式，你就知道这个厨師有多麼的專業了。คุณเอาไอ้นู้นก่อนมาได้ที่นี่ก่อนมานั่งที่นี่อ๋อนั่งที่นี่เหรอโอเคครับใช่ 本来就饿了，这摄影师还把它摆在船头，拍，我都恨不得抢过来，立马手湿了。好了，我要开始享受午餐了。现捏一个。小弟弟是真的把自己当成鱼了吧？你看他有多享受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呢？虽然在我看来他已经足够厉害了，但是他的爸爸还是一边工作，一边用绑在自己身上的救生圈给他做临时的停靠。你就尽管去游吧，累了记得回来这里就好。丽贝岛所有出海的行程都必到的浮潜圣地黑石岛，这个满岛都是黑色的石头，也只是个小儿科。真正的主角是在无人岛山脚下的这片珊瑚。这一片既有白色的沙子做底，又有五颜六色的珊瑚供你观赏的玻璃海。你看这个船是不是有一点悬空的感觉呢？像不像是和海底之间隔着一块玻璃呢？这个就是丽贝岛独有的景观了。海在泰国到处都有，并且各有各的特色。但是丽贝岛因为它距离主大陆是最远的，所以陆地上的空气、河流都影响不到它，所以海水的清澈度是1等1的，无岛可比。回到岛上的时候，小弟弟在船的顶棚上面睡着了。挂满晚霞的天空，配上雪白的沙滩，这一天真的是好满足。
但是洗澡的时候，我都感觉房子在摇晃，好像还在船上一样。我们笑人家乡下人进城，但是船长可没有笑我们大陆人下海啊。外甥女安排好的海岛情侣盛装，除了前面兴奋的拍拍小猫咪之外，后面就只剩下煎熬了，真的是被太阳高温着煎。我们原本是打算向着对面的沙滩走走，看看顺路吃个早餐什么的，结果这个步行街它只是开夜晚的，拥挤的街边也没有什么当地人的餐厅，于是硬生生的就这样被烤了1个多小时，最后还是决定711搞定算了。更加可怕的是，我在这飞无人机的时候，那些蚊子咬到我，宁愿站出来被暴晒，也不愿意站在树底下面了。从无人机看到的豪华、超豪华的酒店和这些简陋又杂乱的铁皮房，真的是有点撕裂到了极点的感觉。我心想，昨天的船夫和小弟弟不会也是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吧？珊瑚石化之后，这些鱼就会用它来磨牙齿，慢慢的就把它们变成了粉状的细沙，最后还堆成了这一座小岛。从地图上面看到这些蓝色的渐变层有多宽阔了吗？其他的岛可是没有的。这些意味着它的水比较浅，适合观鱼、观珊瑚。泰国的深海潜水圣地龟岛，你看它的渐变层是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意思就是你坐船不用几分钟就能够去到深海的潜水点了。这种斜坡式的海床结构为游客带来了轻松的观赏海底的便利，但是就为岛内物资的运输带来了极大的难度了。岛上的哪怕是一张餐巾纸，都是得从陆地运过来的，大船只只能拉到深海，然后靠这种小型的长尾船拉进岸边，再由工人一件一件地搬到岸上。这物价贵就是贵在这运送的部分了。那这里这么多游客来，岛民应该都很富裕才对啊。这又是资本运作带来的一个撕裂的现象了。游客的钱都被大财团建起的那些酒店、餐厅给赚走了，岛民是只能从当中赚到一点工资，但是同时也还得承受和游客一样的贵价的。我是真的不懂金融或者资本运作了，以上的答案都是从 AI 那里得到的结果。虽然我的人是在沙滩上面吃晚饭，但是我满脑子都是关于 AI 告诉我的那些真相，什么这些工人很多都是缅甸的人，生活悲惨，住的地方可能连电风扇都没有，8888。他还说，像昨天和我们一起出海的小弟弟，长大了以后也有可能像这些工人 stop。按照 AI 的建议时间，我准时从酒店出发，准时抵达了这一个海滩。AI 说日出之前的蓝调时间是非常漂亮的，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这里怎么就那么少游客呢？难道他们都不爱看日出吗？6点20分是 AI 告诉我的日出时间，我提前升空了无人机，但是怎么没有什么动静呢？明明天都已经很亮了呀。这个时候我才从我的无人机遥控上面看到，这太阳不是明明已经出来了吗？原来是眼前的这一座小岛刚刚好遮挡住了太阳升起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游客来这里？这就有答案了。向沙滩的左右两边走一走，都能够看见太阳升上海平面。这聪明的 AI 啊，千算万算，怎么就不知道这里有个遮挡呢？同一个太阳，同一片海滩，站在不同的角度是会有不同的观感的。
我想，对于社会的公平与否，小弟弟的前途如何，我的所谓悲悯或者评判的视角，都一定是很有局限的。这2年，我跑了东南亚的很多地方，经常都能够看到僧人的身影。我一直在思考，这出家人的意义是在哪呢？对社会是毫无奉献的呀。โอเคครับไม่เป็นไรครับ。现在我好像明白一点了，有时候我们自以为是的奉献或者拯救，反而往往是一种伤害。例如，有些人为了积德行善，把淡水鱼放生进了大海里，这不仅仅是伤害了鱼，还破坏了生态的平衡。苦行僧是在用身体力行告诉世人说，不去伤害这个社会，就已经是一种奉献了。对于这座美丽的小岛来说，我这个游客不乱扔垃圾，不留下负担，或许就已经是最好的奉献了。原来这片区域才是岛民真正的生活区，买早餐的买早餐，买菜的就买菜，非常的热闹。我从这里买了早餐，回到酒店的时候，外甥女都还没有起床呢。今天我们就得从这里去马来西亚的兰卡威了。只需要坐船1个半小时，并且是那种有空调、有座位的大船。也就是说，来这一座泰国的小岛，从马来西亚的兰卡威过来，会更加的快捷和舒适。ชอบตกปลา ชอบตกปลาทำไมมันก็ดีนะใครก็รู้ได้ว่ายังไงมีโอ๊ยแล้วว่ายังไงตับ เด็กๆดีพอโตขึ้นมาเราไม่ต้องสอนแล้ว เป็นแล้ว